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哥，欢迎来到带你看好车这个企划。今天要请大家来帮我取舍一下，这两台车我要留哪一台呢？因为自从我做这个二手车企划之后呢，每台车我都好喜欢，但难得有一个私心，想要两台，想要留一台。一台是经典的4缸迷人的声浪，一台是经典的单缸，但是小巧的车身，但声浪依然好听。这两台我真的好难选呐、自从拍这个二手车企划之后，有人跟我说，对车子不能太有感情，那么你一台都卖不出去，因为你都会很喜欢，都想要自己留着。这两台就是揭晓卡数开始。这两台就是 CB60F HRC 红白蓝经典配色，一台是 MSX125 经典的上绕排气管。这两台车都是10年前的产物，一台2016，一台2015年。但是将近过了10年的时间，他们两台依旧很经典，我都超喜欢。好，那我相信你们大家一定会说，两台还有什么好选的？两台都留啊，小孩子在做选择。但我本人没有那么多屁股可以骑那么多台车，势必这两台一定要卖一台出去。但我其实本人很喜欢4缸的声浪，因为4缸声浪百听不腻啊。但这一台呢，平常放在店里又超可爱，上到排气管，这个路人经过呢，几乎每次回头率100%。那这一台大家也都说，哇，它顾得好漂亮，因为这台是2016年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台车的车身外观，看它的油箱就知道，顾得超级新、超级好，全室内车，里程数只跑了14000多公里，所以建头你们会不想留吗？这台车大概是10出头万就买得到这台车，那当然这么顾得这么好车，我就很想要留啊，而且我又本身就没有4缸车，你们有在看我频道就知道我是骑大野狼单缸车的，所以我心里面一直想要一台4缸车。那再来呢，这台 MSX125 这台经典的上绕排气管，让我有点对它爱不释手。你现在很难再找到上绕排气管，除非是那个 CRF150或者是 CRF300那种真正的越野车。所以你们看，我回来把它换巧克力胎。这台车很多的改装我就不太特别琢磨，因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前几集，我从台南骑回来之后又做了改造嘛。所以这个车我换了很多东西，所以这台车等于已经是整备完成了，可以卖了。那这一台，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帮他换了这个后照镜，它是原厂的后照镜，我觉得有点太粗出来不好看。那这个是圆的，我之前有留一组，但我还是有点想把它换成端子镜，然后再慢慢来给它改造一下。另外，短排架也是在这很多人改的元素之一，但我觉得它本身的后尾架很好看，所以应该就不会动。这台会再动的可能就是保险杆装一下，因为我想要好好保护它。那我们现在介绍这台 CB60F 的动力规格数据。其实这台60啊，很多人会想买 R 版，就是 CB60R，F 是它 R 版的前一代。那这台车，我觉得它的侧面呢看起来很利落以外，当然跟 R 版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头灯没有那么圆润，它的头灯比较锐利一点，也是大家好像普遍比较不喜欢的地方。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武士风格。CB60R 就是比较咖啡赛车风格，就是所谓的咖啡 racer，那个比较复古的元素。这个之前环保法规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，它是87匹马力。那 R 版之后，听说好像变成76匹马力，大概差了10匹马力左右。那这10匹马力骑起来有差吗？我跟各位说，差蛮多的。以我个人已经卖了4台 CB60R 来讲，我几乎都是骑那种没有刷马力的，只有一台有刷马力。这台 F 版的原厂，它骑起来就感觉像 R 版的有刷过马力那种感觉。再来是它的骑姿，它骑姿非常舒服。我觉得跟 R 版不一样，是 R 版比较趴，它的这个把手比较稍微往后一点，也比较高一点，所以有点像在骑一般的125那种感觉的那种骑姿啊，我就觉得蛮舒服的，完全不会趴。然后它的油箱，硕大的油箱来看一下，这个油箱夹得很舒服，再加上它前面做这个造型，其实这两台车为什么我想要放在一起拍？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，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你看他们的设计语汇的元素很像啊，在10年前那个时候的 Honda 的设计语汇啊，就是这种都是有棱有角，比较尖锐，但是呢，同时又带点可爱。我讲不太上来，你看这台那个 MSX125，可爱中又带点霸气。那当然，这台跟 R 版更大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仪表板。R 版的就是整合式仪表，那这个分2边，但是呢，我蛮喜欢这种元素的。因为它一边就是转速跟时速整合在这边，这边就是其他的一些小计里程啊、时间啊、油量的资讯。但我觉得这样的设计的元素让我更专注，可以看时速。所以基本上这两台车的动力规格数据我把它列在荧幕上面，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台车跟这台车为什么说难抉择呢？一台非常轻松的骑乘，然后它的档位是4档，档入魂啊，非常有乐趣。我只能这样讲，它的声音
虽然不是很大声，但是它声音调得非常好听，你会觉得很疗愈，轻微的啵啵啵啵啵，然后又带点低沉，哇，这个听着就是舒服。四缸不用说了，拉高转的时候，那个声音，哇，那个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骑这台车出去跑一圈哦，回来马上心情就好了。所以这两台车到底怎么选？当然对我来讲这很难选啊，两台功能性完全不一样啊。那说那么多呢，我们直接上路去感受一下他们两台各自的魅力，大家再来做取舍，出发。好的，各位，这台 CB60F5其实有点小小的故事。这台车是我国小同学卖给我的，他说看到我在拍 YouTube， 好像很像他的国小同学。最后跟我联络，确定我就是那个国小同学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变化太多，长相的部分。那为什么说这台车有点小故事呢？因为这台车其实他要卖是很舍不得，但是呢，他平常又没骑到。这台车是他老婆送他的礼物啊，他拥有这台车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。他说，因为真的没什么时间骑，一直放着，让他在那边枯萎，他觉得不如交给一个喜欢骑车的朋友。那结果就找到我了，所以就买下这台车。那天他还有带他老婆经过我店里，再来看一下这台车，因为他老婆还是很舍不得，他希望他老公能够骑着它继续好好驰骋在道路上。这台车我会慢慢把它改造到我更喜欢的样子，因为它非常原厂，交到我手上之后几乎是全原厂。我们来试一小段山路。CB60F5它的车重蛮重，大概200公斤左右。这么笨重的车身，到底操控灵活性好吗？这个山路，你看这边很斜哦。其实我对这台车的转弯我还没有很熟悉，因为这个车我觉得它前面转向有点重，要适应，或还是说可能技术还没那么好，我不太敢压，所以要适应一下下。建议新手啊骑到这个4缸的车，然后车比较重的，一定要穿护具，然后最好车子有保险杆，会比较安全。我是很小心的，像那种很难转弯的地方，或是转弯倾斜度很大的地方，我2脚都会放在下面，像这种比较不会有倒车的风险。哇，哎呦，那边下面没路了。那个妙方大哥跟我喊说：“卡波罗了。”这边我确实比较少来，我们走另外一条好了。冲喽！谢谢。目前骑这么陡的小山路呢，现在骑起来，我目前觉得还是非常的可控范围内啊。那我相信我骑的都很轻松，新手来骑这台应该都没问题。走左边好了，大众走路线。你们现在应该可以听得到它的声浪啊，其实就是处在一种低沉饱满的声音。原厂排气管我觉得它不太需要改，声音就很好听了。我们来拉一小段，因为没有人嘛，我们拉一小段上坡，听一下声音。哇，这个声音真的是赞呐！刚前面有点闭声，显然是这个震动的声音。好，再拉一段哦。哇哦！哇，这个声音有没有很舒服啊，各位？这台车的引擎状况真的非常好哎！哇，骑这个车好快乐啊！而且这台车的骑姿啊非常舒服哦，它的把手其实很靠近身体的方向，重心都集中在这个上半部这边，然后就是你的腰杆其实是可以挺直的，稍微这样骑，你也不会觉得说姿势很奇怪。它的骑乘三角，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人体工学啊，我相信应该能够很符合80%-90%以上的大家的这种骑姿的习惯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很战斗感，你可能就是要改个分离把或是手把再下移一点，才会有那种战斗感。但我觉得这样刚好，我想要战斗的时候，这台车也可以战斗；我想要长途旅行的时候，这台车也不会让我太累。那真的是一台要动力有动力，要舒适有舒适的一个入门的首选，而且它的价格又非常便宜。你现在 CB60R 应该基本上都要20万左右才能够买到一台不错的车况，19年的至少也要18、19万才能够买到一台标准的车况。那这台差不多10出头万，车况很好的大概在12万8，顶多13万左右，这台车就可以买到一台很好的状况。那目前这台车里程才1万4，顾得跟新车一样，所以它的行情也不会太差。
应该有到12万左右。那车况比较不好，大概在8、9万。它的论据就是这样。那你们想一下，如果说10万出头可以入手一台4缸的入门跑车，要外观有外观，要动力有动力，要声浪有声浪，哇，你们会想要吗？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可以接受吧。如果撇除它的车头不讲的话，因为大家很多人对车头都很有意见呐。可是说真的，这台车一开始我看照片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很喜欢。我同学传照片给我看，我就觉得，真的是一台很普通的、比较旧款的 CB650的那种车系。但当我看到实车呢，哇，我跟你讲，第一眼看到我就有点爱上了。它的那个侧身的线条怎么可以这么漂亮？怎么可以这么利落？那个线条收得非常干净利落，然后就是那种很古早味的那种武士风格啊，让我觉得很有那种杀气感。然后但是呢，同时又带有一点怎么讲，就是现代感，现代跟古典的那种融合啊。好，我们这边再骑上去，拉一下哦。像这个弯，各位如果新手不熟的，油门千万要小力，不能大力。弯呢，油门补带大力，车就出去了。路弯是不能补重油门的，轻轻含着一下就好。出来，降档，出来。哇，这个车实在太过瘾了！以前我的母校大德国中，等一下河浪好像没有跟上来，这个扭力还要习惯，因为毕竟我们两个都是骑单缸车习惯的，那个出手力道不能用在这台车上面，这个会有点恐怖。好，那我换来骑 MSS 125，他来骑看看4缸河浪4缸初体验，他应该蛮兴奋的。想当初我刚开始骑4缸的时候也是超开心。真的4缸车骑过之后会有一种回不去的感觉，这4缸那个声浪实在太迷人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台 MSX 125的整个骑乘感受。第一个，骑起来是非常舒服。你们看这个油箱，我可以这样夹。这台车当时在做的时候，我想说是仿那个重机啊那种感觉，然后变成缩小版的重机，这几乎是一个模子打印出来的。尤其他们两个的那个尾灯几乎又一样。我觉得这台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很像那种小重机的感觉。但又不失小车的可爱，但又带一点霸气。虽然它小小的，但是你看过去，你就觉得哦，这是跟一般的挡车不太一样。那当然回来之后，我又把它用巧克力胎啊，然后再把它稍微点缀一下，让它看起来更高追，也更精致一点。你们看这个坡，冲！哇，跟不上！哇，秒速！但呢，就是这个车就是这样好玩啊。它让你右手尽情的吹，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车很有魅力的地方，因为它马力不大，大概10匹左右，那只有4个档位，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穿梭在这个山林之中，也可以很快乐的驾驭在一般的都市的骑乘之中。这台车都可以带给你很好的体验。我觉得不管是女生或是新手啊，要练习骑挡车，这台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再来，在 MSX125它没有 ABS。所以有几次啊，我在紧急刹车的时候，哇，它会锁死，就整个车滑出去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。但也是因为这样有点乐趣啊，我觉得，因为它非常可控啊，有点打滑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你又很轻松就救回来，你知道吗？甚至它在停红灯的时候，你两脚站起来夹住油箱，它车也不会有那种很容易倒车的感觉，因为它太轻了。这台车我相信再过10年啊，它一样很可爱、很经典。那之后2代跟3代，它现在出到4代，我觉得就有点跑位了。它那个车壳好像模组化版嘛，就是拆几个螺丝就可以换别的不同颜色的壳，我就觉得就要丧失那种挡车的味道，那种感觉变得有点太可爱了。那1代我是觉得做的最精狠，再加上它的上绕排气管，更显它的霸气，那种人小志气高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虽然它好像小朋友一样，我小，但是呢，我梦想很远大，我排气管都是翘得高高的。我就是很帅，有点在伸张那种感觉、那种气氛啊。然后我把它换上巧克力带之后，
真的要去越野。上次我跟何浪去骑那个树莓矿场，它真的是可以越野的哦。当然它没办法重度越野啦，但是一般的道路、石头路、土路，它是可以胜任的哦。因为巧克力胎本来就是在跑这种路。那你们会想说，这个巧克力胎跑一般的道路会不会很恐怖？其实不会耶，只要你放到对的胎压，我一般都放27到28之间，在骑这个一般的柏油路啊，其实就很好骑，转弯也不会说很害怕的那种感觉。你就习惯了，你习惯它前脚那种感觉，你就觉得没什么，就跟骑一般的125那种感觉没什么两样。但这两台车目前其实都有2、3个观众想要买，他们都有私讯我说要卖的时候先通知他们，因为我这台车从买回来到整理，到慢慢一步一步优化上去，他们都有看。那他们看到我整理这个过程，就会知道这个车是不是他们喜欢、他们想要的。当然，这个车已经都有一点年份了，单价也不高，当然也不会有太高的利润。但我做这个计划其实有点利润，当然是很开心、很棒。那最棒的是我享受这个过程，买车然后慢慢变成我喜欢的样子，或是变成大家一般大众会喜欢的样子。我会去揣摩嘛，就是说，大家会想要什么样的感觉啊？至少让它大众化，大家都会喜欢的那种氛围。好，那这样一路骑下来呢，这两台车到现在我还是很难抉择啊。毕竟完全不同的定位啊，一台是4缸的声浪，红牌有路权；一台是白牌，没有什么动力，但骑乘的玩乐性极高。那外观呢？2台我都很喜欢。看这个前面这个有点霸气的那个外壳，7B60F 有没有？都是做这种设计，有没有？虽然它车小小的，但是它设计起来会让你觉得它不是那种小车的那种氛围，它是小车中带点霸气的感觉。哇，这也是我很喜欢这台车的一个原因。很多细节都改得很漂亮，再加上回来我又贴膜嘛，车厢贴膜，然后风镜贴膜，巧克力胎，后尾架，短排架，这台车整个感觉又提升一个档次。好，那现在最重要是要抉择啊。现在环境不友善，当然喜欢骑挡车的朋友会觉得说白牌。如果可以骑，什么停车都没有问题，这也是很好的选择。但因为我工作关系拍片，当然红牌它可以带我去很多更快到达一些地方啊，可以骑快速道路嘛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再将这2台车骑起来都很舒服，他们的骑乘坐姿都很舒服，所以这是我最犹豫的地方。好的，那我们来问一下何浪，他刚刚2个都骑过，来看看如果是他会怎么选择呢？那我相信在荧幕面前的大家呢，心里面应该也会有答案的吧。OK， 何浪，你刚刚这样骑完来吧，如果2台选一台，你要选哪一台？我要先讲4缸真的好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被那个滑离养坏了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滑离的离合器压得我现在手好酸，我骑一小段而已，控制得很精准，真的对。尤其这台车那个马力又那么大。蛮好玩的，但是如果回归到我们平常使用的话，对，我可能就是300R，然后再选 MSX-125，因为你本来有一台300R的，对，单缸车，它有路权，然后你会选择一台一般可以骑的，任何地方都可以骑的车。平时要去买饭的时候骑这台多帅啊！真的，我现在骑出去啊，真的阿伯我校园上面骑电动车吗？还是讲现在多济啊呢？对啊，真的很多人问，然后骑出去呢都是吸引人家很多人的目光。这台当然是很棒的一个选择啦，所以何浪选这一台。选这台。好，那我呢？其实我这2台车已经拥有一段时间，这台车拥有比较久，这台车回来已经超过2个月了，这台车差不多1个礼拜了。以我的目前的需求啊，我比较倾向于4缸 CB60F， 因为我要拍片，我说要骑很远，有时候甚至你看之前环岛，我总不可能骑这台去环岛。那平常这台停在店里几乎没在骑，我觉得有点浪费。所以我的答案应该是，我会卖这一台，我会卖 MSX-125，然后让最喜欢这台车的人呢，回去好好照顾它，让它陪你长长久久。那希望这台车之后可以陪我拍更多影片，陪我去征战更多地方。那当然大野狼我会去保留它，因为大野狼算是我的 Key Gate 的伙伴啦。他从我开始没拍 YT 我就买了它，然后跟我一路一样一直拍，去了好多个地方，去踏遍台湾好多的角落，所以我对那台车是很有情感的。那自从做这个2手车企划买卖开始之后，很多朋友都跟我说，对车子不能太有感情，要不然你很难卖啊。这个确实是真的，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感情跟我的爱呢，就保留2台就好，2台不过分吧？1台大野狼嘛，1台这一台，我相信我老婆应该不会念我吧？这辆车子已经好多台了，加这2台重机再加白牌，这样就4台摩托车了。好，那
最后呢，喜欢我朋友记得订阅、按赞一下啦。看在我们今天这么努力分享的份上，把那个红布都拿出来了，还不订阅、按赞，帮我们热推一下。那你们呢？你们要选哪一台呢？如果你们对二手车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加入我官方LINE，我把链接放在下方。那随时里面会有最新的载库车资讯。目前是缺车了，那如果你有想要卖车，也欢迎找我。期待一下我们之后的企划咯。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辛苦了，不会。下集影片我会带着我的白日梦号去迎接他的新主人，跟他来趟最后的旅程，最后来欣赏一下他的帅气的身影。下集见啦，各位拜拜。